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主持人大舅。那在我的读者中呢，大家一个常见的问题在职业发展上，那就是到底是应该跳槽，还是应该继续在现在工作岗位上继续做下去？如果要跳槽的话，什么时机跳，跳到哪里去？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话题，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我会提出两个框架给大家进行分析，请一直看到最后。我本人呢，虽然不是一个跳槽非常有经验的人，但是我其实有非常多的换组的经验。那我在 Google 里面也已经换了好几个组了，而且我跟很多其他的朋友有过非常多的交流，所以的话呢，我对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发言权。那不管是换公司还是换组，本质上你其实都是换了一个你原先工作的这样一个环境，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环境。那么这个新的环境到底是好是不好呢？这个决定对还是不对呢？那我们首先要问的问题是，现在是不是一个跳槽的好时机？怎么来判断呢？那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框架，就是一个 two by two 2×2的这样一个框架图。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屏幕上秀出来这张图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是这个样子的。横轴呢是我们的长期目标，而纵轴呢是我们的短期目标。就是我们在一个岗位上工作，我们总是有目标的，我们总是有一个原因在这个地方的。从长期角度来说，我们希望这个岗位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呀？是学习，是进步，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当你更优秀，那你自然你的回报就会高，就会高。在短期来说呢，有的时候呢，在这个位置上，你可能就面临着一些升职啊、加薪啊的一些诱惑。如果你走的话呢，这些东西就没有了。那么短期内呢，你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上、在升职、加薪上有一些好处的。那么我们要平衡自己长期和短期的这样的一个需要。我们一方面呢，要在短期内要有足够的一个收益吧，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只看短期，我们也要看长期，怎么提高自己能力，怎么学习，怎么提高，怎么进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我们来看一看现在这个 two by two 这个2×2的图里面，如果你现在处在的是一个环境，你分析一下，对你的短期也是坏的，对你的长期也是坏的，也就是说，既没有升职加薪的机会，又没有一个学习成长的机会。那么，我觉得这个是毫无疑问一定要走了，一定要走了。而如果现在这个职位非常的好，短期内有升职加薪的机会，长期呢也有很好的一个学习、很好的一个进步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那毫无疑问，那就是留，也就是我们这个图的右下角，这是必须的。那么另外两个稍微就有点意思一点了。第一个是说，在短期内可能有升职加薪的机会，但是呢，这个角色对你来说其实没有太多的这个意义。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我的建议呢，就是先把短期的利益拿了再说，升职完了，加薪完了再走。这个时候呢，虽然对长期意义不大，但短期你可以忍一下，然后通过这个方式呢，怎么样呀？再去先拿到自己该拿到的东西，然后再换。那么如果是短期不是很好，也就是对升职加薪来说可能不是很有机会，但是对你长期来说，对你的学习、对你进步是有好处的。那这种情况是走还是留呢？这个呢就要看你的人生阶段了。就比如说，如果你是处在人生的这样一个初期，你还在处在一个学习的一个小白的一个 junior 阶段，这种情况我建议呢，你还是留着比较好。其实在这个阶段，你的学习、你的进步是最重要的。你倒不是说你马上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比如收入上的增加，因为在你整个职业生涯的角度来说，你那个比较 junior 阶段挣的钱其实是微不足道的，反而是你的学习更重要。所以只要是你在当时能够学到东西，我觉得短期的这样一个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情况并不重要。如果是你是已经到一个职业生涯的中期甚至后期的时候，那么对你来说，你的这个马上能够拿到手的利益是很重要的，因为你职业生涯只有那么长嘛，对不对？而且这个时候你的收入应该已经很高了，你的职业的发展已经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阶段，那么短期的收益还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就要相对来平衡一下，到底是走还是不走，就要看是升职加薪呢，还是学习进步。一般来说呢，我觉得也许可以倾向于说是换一下工作，能够给自己更多实际的一个收益，可能是有帮助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决定了什么时候应该跳槽或者换组。那么我们要去的什么地方呢？因为我有比较丰富的一个换组的经验，那么我在每次换组中跟很多人聊，包括我自己的分析，于是呢，我找到了一个框架吧，这个框架叫 Simple，也就是说通过 Simple 这6个字母6个维度，我们去
研究和发掘这样的一个角色和一个位置吧，来看这个事情是不是好。如果这6个都好，那毫无疑问怎么样呀？那必须要去了，那这个坑就是特别好的。但有的时候呢，并不是6个都好，或者说呢，有的时候信息不完全，那这6个里面有大部分是好的，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其中一个唯一的例外是 M， 就是 M 是特别特别重要。如果 M 不好的话，其他5个都好也不行。所以我现在继续往这个 SIMPLE 这6个维度来跟大家做这样一个简单的分享。什么是 S 呢？S 就是 skill 也就是技能。在这样一个新的职位里面，是不是可以让你有能力去获得新的技能，或者是把你原先的技能进行提高？如我刚才所说，这个最终你的职业生涯的发展，主要是来自于你的技能、你的能力。你的能力提高了，你的收入、你的发展自然会提高。所以 skill 你要去判断这个新的岗位对你的能力是不是有提高。如果是跟原来完全一样，那么这个就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情况。第二个是 I， 也就是 income， 也就是收入。那我们换组跳槽，我们当然希望自己收入提高，这个我相信不言自明。不过呢，我必须要强调说 ，income 它只是我们6个维度中的一个，不要仅仅是为了 income， 仅仅为了你的收入去换到一个新的组里去选择那个组。比如说你选择收入最高那个，比如你3个 offer 选那个最好、收入最高的，那不一定的。你还是要综合的去看这个事情。那么我们要看看整个这6个维度在一起最合适的，你要去到的那个地方是哪里。所以这个只是重要，但不是全部，不是全部。M 就是 manager， 就是你的直属的老板。直属老板极其重要，在这6个里面很可能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刚刚讲说，如果 M 不好，另外5个都好都不行？因为它直接的是影响到你的这样的一个幸福感。你每天的工作，每天要跟你的直属老板打交道，如果你直属老板是让你非常不开心的人，那天哪，那简直就是一个崩溃一样的一个状态。如果直属老板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那绝对是非常非常好。所以要去探访一下这个人的一个风评。那比如说，特别是在公司内部换组的时候，这个事情就比较容易。比如说我们公司或者是别的公司都有这种内部的这个经理人的这样一个调查吧，对吧？你去看看这个调查的结果怎么样，或者你如果有认识人在他组里工作，你问问他这个人风评怎么样，这个特别重要，一定要做。因为经理好不好，直接决定了你的幸福感。绝大部分人他决定离开一个岗位是因为经理，所以说这个是个 deal breaker。如果 M 不好的话，其他5个都好都不要去。下一个是 P， 也就是 passion， 就是你对这个领域的一个热情。我是非常认为一个人要想把一件事情做好，这个热情是很重要的。特别是你越往后面走，你会发现事情越来越难做。不像你是一个小白，你是 junior 的时候，当你越来越难做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用你的热情说，我因为特别喜欢这个事情，所以我愿意去付出更多，才能够做得更好。所以的话呢，最好是能找到你的这个坑位是你特别喜欢做的，这个事情本身让你很有热情的。这个实际上是我一直以来换组一直以来的一个目标。我希望能够换到一个让我觉得我非常有劲儿、有热情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上。所以 passion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热情，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和一个角度。L 是 link， 就是连贯性，就是你换了一个新的职能之后呢，一个职位之后呢，最好是不要是完全不相关的职位，你最好是能够把你以前的技能能够用起来，不管是在职能上有关系，还是在行业上有关系，还是在技能上有关系，就是这个东西最好有个 link。因为你如果每次都换来换去、换来换去、跳来跳去，你会发现你就是毫无积累。那么你本来以为3个不同职位，每个2年，你以为你有6年，别人以为你只有2年，为什么呢？你之前4年跟他没关系，所以别人并不认可。所以最好呢是你有一定的联系，你有一点转换可以，但多少要有联系。就好比说，不管你做市场还是做产品，你都在电商这个行业里面，那别人可以说这个人他有4年的电商经验，那是没问题的，那如果你是在电商2年做营销，然后呢，在硬件2年做产品，那别人就觉得那你电商就只有2年，硬件也只有2年所以要有 link， 有一定的这个相关性，那最后呢，就是 E， 就是 environment， 这点呢就很容易被忽略，就是环境的意思。其实我觉得环境还挺重要的，就比如说这个团队是不是有很多的政治斗争，领导层是不是很有愿景。甚至有的时候，如果你在美国的话，那么这个团队的这个人员组成是怎么样的
比如说男女比例，比如说中国人不同国家人的这个比例怎么样。其实这个事情是很影响你在工作里的这个工作的氛围的。可能每个人有自己喜欢的环境和不喜欢的环境，这个你可以自己去探查。但是这一点的话，千万不要忘记，你可以通过比如第三方打听说，哎，这个组里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呀？或者如果你在公司内部换组的话，你可以直接看他们的这个 org chart，就是他们的这个组织结构图，大家就可以知道这个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跟他合作人大概是什么情况。那这个呢就叫 environment 环境。我觉得这个几点结构叫 simple， 我再重复一遍啊 ，simple 就是 skill 技能是不是能学习新技能 ，income 收入是不是让你满意 ，M manager 直属经理怎么样 ，P passion 就你是不是特别有热情这个领域 ，L link 和过去的工作是不是有关系，以及 E environment 这个整体的环境不仅仅是你的经理，包括你的领导层、政治斗争，还有这个里面的人员组成等等之类的。你通过这个 simple 这样的一个框架去分析一个新的这个坑位，然后看是不是总体来说是一个值得去的跳走的这个地方。因此这样的话呢，今天我们讲了一个 two by two 的分析，来看是不是适合跳槽的时间点。后面一个呢 ，simple 呢是说是不是要跳到那个地方去的一个标准啊。最后要说的是，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完美的，可能跳槽的时间点也没有完美的，换组的这个对象那个组也可能没有完美的。那只要大概上是可以的，只要不是 deal breaker。如刚才说的，如果经理是一个 deal breaker，除了经理以外，其他的无论是时间点还是有一些不够完美的地方，这都非常正常，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事情是为你量身定做的，大部分 OK 的就行了。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个地方。那么欢迎大家怎么样呀？喜欢节目请给我们点个赞。如果你觉得这个节目不错，请分享给你的朋友。那么现在呢，屏幕上打出了一个二维码，可以扫这个二维码的这个同学，那么他呢可以加你进我们的读者群。我们有非常多的分享和活动在我们读者群里面进行这样一个分享。如果呢你是在B 站上，那感谢你的3连支持。我们这个频道呢是关于这个向全球最顶尖的互联网人学习的频道。那我本人呢是谷歌的产品经理，那我们也有很多嘉宾来自全球互联网行业的非常多优秀的这样的一些人才。你对这个感兴趣的话，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如果呢在 YouTube 上是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收到推送了。最后呢，我想问你一个问题，那你觉得一个人应该在什么时候跳槽呢？你觉得跳槽的话，除了我讲的6个角度 simple 之外呢，你是不是还有补充的地方呢？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和其他的小伙伴。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